你熬夜吗？你最长的一次熬夜熬过多久？熬夜对于身体到底有多大的危害？我想你肯定会好奇这个问题，对吗？这一次我将尝试48个小时不睡觉，然后呢一直保持睁眼的状态，接上脑电，接上各种检测设备。我们只想探讨这一个问题：熬夜对你的身体到底有什么影响？我们开始吧。就不开玩笑，我现在有点蛋疼。我真的很努力集中我的精神。我这个晚上我所说的话做的事情，我现在没有任何一点点记忆。以前我是不信的，熬夜会对整个人有这么大的影响。现在我们有什么理由不行，我不能睡着，我不能睡。各位早上好，现在是早上8点半。不过其实我还挺期待的，因为现在我得去医院做个体检，然后看看我身体的状况。这一次的熬夜挑战，我们将通过这些方式来带你看看我身体可能会发生的变化。正如你现在听到的，我的嗓子已经开始有点哑了，同时我在头上戴上了一个动态脑电装置来进行实时的监测。但是除了这些，讲真的，我觉得我们应该都会好奇一个问题：熬夜前后会对人的精子质量产生变化吗？他们就让我在这个房间里面完成一次精子采集，然后给了我一个50毫升的量杯。我是大象嘛，为什么给我这么大的杯子？就我希望你不要觉得我恶心，我们真的只是想量化的看一下这个东西前后有什么区别。等我一下。好了，那我非常成功的取得了精子，一切就绪，我们准备开始。但是我想先说，这次实验过程中我是全程有人陪护，而且有专业的医疗团队的保障的，所以你自己请千万不要模仿我的行为，这会非常的危险。讲完之后，我们直接开始。回到公司之后已经是中午的12点，即将迎接我的是满满一整天的行程。这时候我的状态非常之好。我个人听下来，我感觉这个的可行性是更高的。我建议你们探索一下这两个路径，但我个人觉得，我觉得可以吧。风暴好歹能拍，就是基本上能追到。就是你会始终怀疑。就我之前我就预测过嘛，当然去年我在演讲我就说3年以后生成行为会有一种玩法是我借中间一个东西转个场，比如我在这边讲。我最后 talking 可能讲 AI 的那个东西，然后讲完以后，我感觉现在我的思路超级清晰，就是我感觉我的大脑进入了一个超频状态。我有时候会进入，我不知道你有没有过这种情况，但现在我的思路就超级清楚。你可以看到我的工作强度应该还是有点大的，对吧？每天需要面对很多人、很多事，做出各种各样的判断和决策，所以大脑清晰很重要。那现在只是我不睡觉的第10个小时，我在一个很好的状态去工作，但是我不知道在熬了24小时之后，甚至36小时之后，我做的判断和决策是不是我的真实意愿？那很逆天的是，我们项目组的同事还给我设计了一个软件来测试我熬夜期间的反应力、记忆力。那我这些成绩其实都还不错，但是他们还给我出了考公务员的题目，想来看看我的逻辑能力会不会发生变化。上叉叉下叉上下。全队，我操！秒过，太起来了！考公我来啦，山东。做完第1轮考公题已经是我不睡觉的第11小时了。说实话，你可以看出来我有一点点累，但是晚上还有一场长达5小时的直播在等着我，我必须要保持我的头脑清醒，这样才能有最好的状态。念口播是一个很需要耗脑子的东西，我们来试一下。现在我脑子很清醒，来看看我们这条巨爽的室内裤，它干爽透气，抗菌亲肤，爽滑无感，不卡裆，不卷边，不闷汗，不磨腿，不夹臀，不勒臀。大身采用蓝鲸天丝莫代尔材质，吸湿速干，抵挡抗菌透气，前后弹性包裹。对，哎呦。然后有很多朋友还在问我为什么头是这样，所以我今天直播也是我醒着的一部分。各位下播，今天准备下播啦，感谢各位的陪伴，那我们下啦，拜拜各位。直播总算结束了，就是其实讲真的，直播对精力的消耗超级大，我感觉直播几个小时就感觉像你一天已经过了8到9个小时，超级累，还有33个小时，我还有很多使命等着我呢。即使直播结束了，我还是不能够立马休息。即便正常所有的审片我们是在白天进行的，但是这次怕我熬夜之后状态不好，所以说我们有2位员工希望我能够在真正出现意识混乱之前，让我先看到片子。所以说直播结束之后，我又看了2条片子，提了对应的意见，然后继续我的挑战，开始做我的考公题目。而这时候李思维吃着麦当劳，悄悄地站在了我的身后。你能做出来吗？你自己看，你看着你能不能做出来？我跟你说，我做过专业的智商测试，我智商测出来只有70多。
就是你清醒，你睡足认真做的，也没有吃饱喝足情况下，你 IQ 就70多。也没有乱做题。我要换合伙人了，出问题了。现在是凌晨3点，不知道你平时会不会熬到这个时间？我的话，通常在这个时间应该已经睡着了。但是这已经是我熬夜的第19个小时。那说实话，我当时觉得真的还好，没有感觉到任何的不适，而且熬夜的感觉，讲真是有点爽。而且终于有了独处的时间，我可以打磨稿子，没有人来烦我。但是就在我专心的写了半个小时之后，不对劲了，我写着写着，脑子突然就出现了恍惚，就是感觉脑子一下子就被抽空了。这是我最近第一次出现这样的现象。Oh no！ 我发现我现在开始已经有点不正常了，就是我在给同事发消息，但是我明明给他发的是一个 Excel 的表格，但是我给他发了一个 PDF 格式，然后自己完全没有意识到。现在过了2分钟以后，我才意识到我刚写的是完全不对的。随之而来就是频繁的眨眼，还有打哈欠，这意味着我的大脑已经开始提醒我 ，Tim， 你必须要休息了。大脑在长时间运转之后，供氧效率下降，打哈欠带来的深呼吸会让更多的空气进入肺部，来提高我的血氧浓度。那为了保持我的清醒，接下来几个小时里面，项目组的同事进行了多班倒来陪我下象棋、打王者。但是不知道是因为我菜，还是因为我熬夜了，反正战绩都非常的一般。但是终于等到早上5点，同事们熬不住了，太阳出来了。我觉得我应该去外面走一走，会让自己活过来一点。这个挑战还有26个小时左右结束，就我现在觉得就现在挺好的，我身心没有什么问题。真的要说身体上有什么不舒服的，我可能感觉只有我的，就不开玩笑，我的蛋有一点点痛，就左侧。我原本以为有了太阳光，我的困意是可以消散的，这24小时还是挺轻松的。但是当我吃完早饭回到公司，这一阵强烈的困意就卷土重来了。24小时没有合眼，让我的交感神经长期持续兴奋，血氧循环变差，随着不断累积的疲劳，心脏泵血效率下降，导致肢体末梢的循环就会变得更差一些。之前左侧手臂麻了一下，现在右侧手臂这里麻了一下。现在就有一种脚有点肿肿胀胀的感觉，但是这是之前没有，感觉脚有点水肿开始，然后就感觉很不舒服，很想把脚抬起来。在熬夜的第30个小时，你可以看到，虽然天气很好，但是我整个人的状态有一点像是一个老爷爷，有一种灵魂被剥离的感觉，慢悠悠的走路、玩手机，讲真的也是恍恍惚惚的。至少现在我完全记不得我玩了什么。而且我的嘴巴开始感觉苦苦的，味觉开始出现了一点异常，这说明我的胆汁这时候开始反流，同时也意味着我的胃肠动力开始紊乱。那为了能让我坚持下去，我的灵虫李思维说要跟我来比拼一下。这是我熬夜的第33个小时，这是我起床的第7个小时，非常简单。我知道这个200多毫秒嘛，你不要装了，你来，来吧。288，开玩笑呢。这对嘛？这个网跟在美国一样。怎么办呀？你不是7小时睡眠吗？我就这么跟你讲吧，等你过了30岁，你就知道为什么会这样。所以30岁过后的人都是这个水平。30岁是一道坎。我只能这么跟你说。当和李思维还有同事们打闹开完玩笑之后，这困意的浪潮就完全不受控制的一阵阵的袭来。在第34个小时，我终于还是熬不住了，慢慢的眯上了一下眼睛。现在真的不能够停下来，一停下来我已经没有办法控制我不产生睡眠了。就是我哪怕看着手机，我会进入一个假睡状态，就是我眼睛是睁的，但其实我。所以在学生时代我会想的问题，遇不到这种办，是不是因为我太弱太奇怪？那时候的答案是这好像是我第一次进入了一个30秒以上的睡眠。这个时候我进入了一种叫做微睡眠的状态。微睡眠通常发生在长期睡眠不足的情况之下，你可以理解为我们的大脑在短时间内对外部世界是完全没有知觉的。而更可怕的就是你自己是意识不到在发生这样的情况的，至少我自己真的没有意识到。我心里突然过了一道电，不是那种不舒服的电，就是那种，就哧溜一下的一个电流。这好像是这2天第一次，就会有一种酥麻一下的感觉，然后很快又恢复了。这一下的酥麻感让我感到警惕，这也是2天来头一次出现这样的情况。讲真，我有点害怕，因为长时间缺乏休息，我的心脏相当于一直在进行长跑。于是，在接下来时间里面，我尽量保持冷静，不做大的动作。但是在第39个小时的时候，这样的感觉又出现了。甚至我会不受控的不断的出现鸡皮疙瘩。
就是莫名的一个寒战，然后鸡皮疙瘩就飞起来了，我不知道为什么。然后现在感觉我心跳突然开始加速，就突然就噔噔噔噔噔噔噔。那为了保险起见，我们赶紧去了医院做了心电图，决定这个实验要不要继续。那除了一开始我们做了一次心电图，在昨天晚上其实我也做了一次。那这3次结果检验下来，并没有什么大的区别。那如果长期熬夜的话，可能会看到心电图出现变化，比如恶性心律失常、急性心梗的情况。而需要注意的是，心肌细胞是人体里面不可再生的细胞，所以死了就是死了。当我熬到39个小时，最后差几个小时的时候，我个人感觉其实也还行，又好过来一点。于是询问医生建议之后，我决定坚持下去。但是我还是得再强调一遍，请你千万不要模仿这种48小时的熬夜。像我自己，我一直觉得是很稳定的人，但是你熬了这么久之后，你会发现你的精神开始变得不受控。即便你不是一个易怒的性格，但是就是你会变得，你不确定眼前的事情是不是真的发生了，这个感觉超级不舒服。我可以再来试一下，就是我之前念得很顺的口条，在熬了这么久之后能不能念顺？我们来看看啊，来看我这条巨爽男士内裤，它干爽透气抗菌亲肤好。来看我这条巨爽男士内裤，它干爽，哇，我还拿反了，离谱。就是你应该会能够看到一个很明显区别，就我之前念的超级顺，我是能背，但我现在完全背不了，我只能念。我刚刚有过一次非常短暂的一个幻觉，就我觉得边上站着大臣，但我发现是一个袋子。历史上做过最长时间不睡眠试验是在1964年，一个叫 Randy Gardner 的一个高中生在科学监督之下，连续了264个小时，也就是几乎11天没有睡觉。实验过程中，他出现了严重的认知障碍、幻觉、身体机能下降、情绪异常、脑电的改变，而同样的这些情况在我的身上也开始变得逐渐的严重起来。而其中让我感到最神奇的一点，是我发现我会丧失短时记忆，我会完全记不得几分钟前发生过什么事，和谁说过什么话，是一点记忆都没有的。问他，我去，我又丧失了意识，我完全不记得刚刚1分钟前我看了什么。就它和睡眠不一样，睡眠它是，就你有预期的，你会没有这一段记忆，对吧？但是刚刚我所经历的是，我完全像是被打了麻药一样，就是我坐在这里。然后我回过神来的时候，就是已经是这样，这也不是发呆，它就是突然就变成这样，突然我就拿着手机在坐在这里，这感觉太怪了。我已经开始出现，不是幻觉，但是就是记忆中断。这是我们大脑中的海马体，它负责储存和提取短时记忆。当我们睡眠时，它会进行记忆巩固，把短时记忆转化为一个长期记忆。但是在我熬夜的情况之下，我的海马体活性开始明显下降，导致新的记忆无法被记录。再加上我的前额叶皮层因为熬夜导致功能下降，注意力难以集中，所以我的记忆自然就出现了断片。但是如果你平常属于长期熬夜、缺乏睡眠的情况，经过长时间的累积，人是真的会变笨的，是真的变笨，会变痴呆，因为脑细胞的损伤、神经元的损伤也是不可逆的。但我想说，就是其实现在我又进入到了一个更奇怪的状态，就我没有身体上面非常大的不适了，我就是对周边东西有种很强的陌生感。这是精神症状要来的前兆吗？就是这是精神疾病要发作的前兆吗？就是我觉得我现在看到的很多东西，就假如我长时间盯着看，我就觉得它好陌生。这最后几个小时，我回想起来，真的不知道该怎么形容呢？你感觉到就是像是一种喝醉酒后灵魂被抽离的感觉。我不再能掌控我的躯体和大脑，我像是以一个第三视角在看着我的身边的世界，也完全失去了时间概念。我的同事带着我玩游戏 ，UP 主西西鱼当天在我们公司棚里面拍完节目之后，来和我聊天，想让我保持清醒，我都是以一种混沌被动的方式去执行。到了最后一次做考公题的时候，我发现我的大脑已经完全不运转了，连看完题目的耐心都消失了，不断的打着瞌睡。我已经解不了题了，我现在我发现我思维已经完全就不知道在干什么，不知道在干什么。那终于到了第46个小时，距离实验结束的2个小时之前，我闭上了眼睛。由于我当天早上8点还有一场重要的会议，于是同事们决定不再把我叫醒，让我稍微睡会儿。辛苦了，替你。晚安。晚安。即便我睡了将近半个小时，但是我也没办法完全让我的精神恢复，重启我的大脑。在硬撑着头脑开完会议之后，我发现我的语言水平也开始下降，说话会经常模糊，说不清楚，还有大舌头。于是我们回到医院再次抽血、测心电，以及熬夜后的精子检测。
等做完这些，我终于就可以去睡觉。其实讲真的，我完全不知道我现在能不能够做到，但是我尽力吧。好了，虽然过了一会儿，但是我完成了使命，就是这个真的把我体力给耗尽了，我现在眼睛前面都是花的，太累了。不说了，晚安，各位。真好呀！哦，我的妈呀，我好久没有这么优质的睡眠了。我刚刚一口气直接睡了，我从早上9点多睡到现在下午6点多，这多久？9个小时。我熬夜48小时期间的肢体和心理的变化，你应该已经看到了，这真的很吓人，我像是做梦一样，很奇怪的感觉。那我和你就会一样的好奇，我熬夜期间身体数据上到底发生了什么变化？我一直带这个脑电波，能观察到什么现象？于是我们请到了余杭区第一人民医院的林丹主任来帮我们看一下。什么是脑电波，林主任？就是脑电波能反映什么样的活动？脑电波就是它是用一种电极的方式去记录我们脑表面的一些电波，就是它有不同的这个频段。那这里每一条波都代表着对应的脑表面测量点的大脑的活动情况。那常见的波有这几种，它们可以简单的分为快波和慢波。区分快慢波就是看这1秒区间波的频率。你可以看到，在我熬夜第5小时和软件组开会的时候，思维活跃，我的脑电波频率很高；而在第46小时我打盹时，我的脑电波频率就变得非常非常慢，很不一样。那如果你看到我的脑电波有这样的疯狂的波动，那并不是我的脑子坏了，异常放电了，而是当时我在疯狂的眨眼，眨眼产生的肌电影响了我的脑电波。但是如果我继续熬夜下去，就有可能发生非常危险的情况，会出现像这样的脑电波。那这意味着我的大脑开始异常放电，发生癫痫了。就是如果说我们把脑神经比为一个电线的话，它有电线皮和电线芯，对吧？那么如果说我们的这个电线皮受到了损害了，2个电线搭在一起会发生什么状况？短路。短路，对，短路的时候就会放电，你可以理解为这个间波间慢波就是这样出来的。那你这样子的时候，有多少脑神经会被杀死呢？同时，我的血常规和生化指标在熬夜前后也出现了一些变化。在长时间熬夜之后，人体的免疫力会下降，所以我体内淋巴细胞数值就产生了一些上升。为了面对病毒的感染，所以进行抗击。而生化指标中这2项数值上升，意味着熬夜对我的肝功能也出现了一些影响。仅仅是2天时间，数据就发生了一些变化。那虽说这个不是很明显的一个数值变化，差异没有特别大，但是医生也说，如果是长期持续下去，那这量变注定会引起质变。好，那么讲完这些，还有最后一项变化，你肯定会好奇，我的精子质量前后有没有什么变化？那答案就是没有。你可以看一下，我们也拿显微镜拍了，它们都很好，很活跃。医生说是因为我们体内精子是在2个多月前就开始生产，这些都是存货。这次短暂的熬夜并不会对已经生产好的精子产生影响，但是如果你长期睡眠不足或熬夜，会直接影响睾酮水平，从而增加勃起功能障碍和精子质量下降的风险。甚至有研究表明，每晚只睡5小时的男性，他们的睾丸会远远小于每天睡7小时以上的男性。有一些人说我晚上没睡够，我白天就来睡觉，他觉得我白天这个3个小时来补晚上缺的那个时间。但是如果白天睡眠超过15分钟到30分钟以上，是会得痴呆的。对，就我们是建议白天小憩，就是这个是有道理的。这怎么熬夜挑战只是一次不算严谨的试验，我们想通过亲身的体验来带你看一下，一个像我一样的普通人缺乏睡眠可能会发生什么，你会看到什么样的现象。那么还拍了这次挑战期间我面容的变化，你可以看一下这个宝贵的延时摄影，我是怎么一步步变得憔悴的。那视频到了这里，我相信你已经能够体会到熬夜的危害了，但这远远没有讲完。长期熬夜还会导致糖尿病、抑郁症、中风等等，所以希望你能够看完我们这些视频以后，开始每晚都睡个好觉，不要玩手机，少熬夜，也可以转发给你的朋友们看看，你可以关心他们一下，给我们点个赞，这都有很大的帮助。那么下期再来点不一样，不要熬夜。好吃好吃，美味的早餐，一定要吃早餐啊！早餐其实是很享受的一个过程。我现在真的觉得我变笨了，我想拜登。就你看我刚刚会这样。